咱们今天聊聊查理·芒格，股神背后的扫地僧。芒格是那个让巴菲特从捡便宜货转变成投好公司的人。可能有人没听过他，但你一定听过巴菲特。这俩人堪称投资界的神仙搭档。巴菲特负责貌美如花，站台演讲，吸引关注；芒格负责赚钱养家，幕后定调，把控方向，联手把伯克希尔从一家快倒闭的纺织厂硬生生做成了万亿帝国。关键是他不光会赚钱，还特敢说。从痛骂互联网泡沫是骗局，到吐槽股票期权是画饼神器，再教你用生物学、心理学搞投资。35年股东会讲话全是干货，还自带吐槽梗。今天咱们就唠他讲话里的赚钱干货加吐槽名场面，全程高能无尿点。看完你就会发现，以前咱们可能在股市里当韭菜，在职场里吞大饼，真不赖运气差，纯粹是咱没早听这个老头的话。接下来咱分4大块唠，先讲投资避坑，别再当韭菜，再吐槽职场乱象，看看好公司好老板到底长啥样，然后开脑洞，学芒格用生物学心理学搞投资，最后聊人生智慧，不光能赚钱，还能少走弯路。好啦，进入正题，咱先唠最实用的投资避坑。毕竟咱炒股图的是赚钱，不是当韭菜被人割，对吧？芒格这辈子见了太多人亏大钱，总结了3个避坑铁律，咱们今天看看他到底说了些啥。首先，第一个坑就是跟风追热门。当年互联网泡沫那会儿，简直疯狂到离谱，所有人都在抢科技股，连卖菜大妈都放下菜篮子，跟你聊纳斯达克点击率，仿佛不买科技股就是傻子。这时候芒格直接泼冷水，这跟20世纪20年代炒佛罗里达沼泽地没区别。一群人疯抢根本不值钱的东西，最后只能亏得倾家荡产。结果呢？没过多久，互联网泡沫一破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 70%， 无数人把多年积蓄都亏没了，完美印证了芒格的名言：所有人看好的机会，亏损最惨烈。这让我想起历史上2个超经典的疯狂闹剧：荷兰郁金香泡沫和英国南海泡沫。当年荷兰人疯抢郁金香球茎，普通品种不算，稀有品种能换一栋房子，连面包师、裁缝都放下本职工作，天天蹲在市场炒郁金香，觉得能一夜暴富。还有英国南海泡沫，一家公司光说要搞海外贸易，连具体做啥都没说，股票就被疯抢，股价半年涨了10倍，上到贵族下到平民都把积蓄砸进去，结果最后公司是骗局，无数人倾家荡产。这些跟现在抢热门概念有啥区别？都是不管懂不懂，先抢了再说，越热门越上头，忘了背后的风险。芒格说过，投资最可怕的不是风险，是盲目跟风的贪婪。不管是几百年前的郁金香，还是现在的各种热门股，本质都是一样的狂热，背后全是收割的镰刀。芒格说，嫉妒是唯一一种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罪行，因为看别人赚钱而嫉妒，所以才跟风。第2个坑，更致命高杠杆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。可能有人听不懂衍生品是啥，简单说就是钱生钱的游戏，不用实际持有资产，靠合同炒作，听起来很高大上，实际上全是坑。当年有个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，牛到不行，操盘的全是诺贝尔奖得主，智商190，觉得自己算无一策，疯狂加杠杆玩衍生品，最多的时候1块钱本金撬动50块钱投资。结果呢，市场稍微波动了一下，他们就亏得底朝天，最后破产倒闭，差点引发整个金融体系崩溃。芒格看完直接吐槽，这就是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复杂的东西都是坑，越复杂风险越大。芒格这辈子都在强调，保守的资产负债表是企业的生命线，对个人投资来说更是如此。啥意思？
就是别搞那些你看不懂的金融工具，别借钱炒股，别加杠杆儿。你想想，用杠杆炒股，赚了是运气，亏了就是倾家荡产。比如你有10万块，加10倍杠杆就是100万，赚10%你就翻倍，亏10%你就血本无归，连本金都没了。这不是投资，这是赌博啊！咱们普通人投资求的是稳，不是快。芒格和巴菲特操盘伯克希尔几十年，从来不用高杠杆，手里永远留着大量现金，就是为了不管市场怎么跌，都能扛过去。就像你借钱去创业，本来能慢慢做起来，结果利息压得你喘不过气，最后只能倒闭。投资也是一个道理，稳赚的钱从来不需要靠杠杆。那些告诉你加杠杆能快速翻倍的人，要么是傻，要么是坏，想把你拉下水。第3个坑，很多人都踩赚自己看不懂的钱。芒格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：我只在能力圈范围内投资，能力圈之外的我一概不懂，也一概不碰。能力圈就是承认自己不懂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芒格这辈子没少拒绝赚钱机会。当年科技股暴涨，有人劝他买某家高科技公司的股票，他直接说：我看不懂他的生意模式，不知道他怎么赚钱，不买。有人说他傻，错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。但芒格说，投资最怕的就是假装懂。你以为自己看懂了，其实根本不懂，最后只能亏大钱。他这辈子也买过高科技股，比如苹果，但他说，我看懂了苹果的生态，它本质上是一家极其成功的消费品公司，人们离不开 iPhone、iPad， 它能持续赚钱，这在我的能力圈里。反观咱们很多人，连公司是做啥的，靠什么赚钱都不知道，就因为别人说能涨，专家推荐就买入，这不是投资，这是闭眼赌博啊！芒格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，手里拿着锤子，看什么都像钉子，你就会炒股这一种技能，看啥热门都想炒，看啥概念都想追，最后肯定亏。比如你是做医生的，懂医疗行业，那你就多关注医疗股，知道哪家公司的药好，哪家公司的设备靠谱。你是做老师的，懂教育行业，就关注教育相关的优质公司，这就是你的能力圈。超出这个圈子的，比如你不懂半导体，不懂新能源，就别瞎买，宁愿错过也别做错。芒格说，投资的成功不是看你赚了多少，而是看你能守住多少。现在想想你自己的能力圈在哪儿？是懂消费行业，比如知道哪家奶茶卖得好，哪家零食受欢迎，还是懂医疗、教育、制造业？评论区打出来，让我看看谁有清晰认知。好啦，投资避坑篇就唠到这儿。总结一下这3个铁律，所有人看好的机会赶紧跑，不碰杠杆和复杂衍生品，能力圈之外的钱一分不赚。记牢这3点，你就已经赢了 80% 的散户。接下来咱唠点有意思的。芒格不光会教投资，还特别敢吐槽职场乱象。比如他痛骂股票期权是画饼神器，揭秘优秀老板的真实模样。想知道好公司、好老板到底长啥样的？别走开，接下来更精彩。好啦，投资避坑咱唠完了，接下来咱换个频道，唠点打工人和投资者都关心的公司治理。毕竟选股票就是选公司，公司靠谱，股票才有可能赚钱。公司乱象丛生，再热门也迟早翻车，对吧？芒格这辈子收购、投资过几十家公司，见多了各种职场乱象，骂起人来那叫一个犀利。今天就唠他最看不惯的3个公司毒瘤，不管你是打工还是投资，都跟你有关联。第一个要骂的就是股票期权。芒格这辈子最恨这玩意儿，直接痛斥它是愚蠢而错误的制度，本质就是庞氏骗局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可能有人觉得期权多好啊，公司上市就能发财，但芒格一眼看穿本质。很多公司高管靠期权拿高薪，把成本藏起来不记账，
虚增利润骗股东，员工最后能拿到钱的没几个。就说思科当年疯狂发期权，高管年薪看着不高，实际靠期权赚得盆满钵满，而公司利润因为没算期权成本，显得特别好看，吸引了一堆投资者买入。结果后来股价暴跌，员工期权变成废纸，投资者也亏惨了。当时很多硅谷公司通过不计入期权支出，虚增了超过 20% 的利润，这才是芒格最想让投资者避开的会计雷区。你们想想，老板给你画饼，好好干，公司上市你就财务自由了。结果呢，公司要么一直不上市，要么上市后股价跌破行权价，期权就是一张废纸，而老板却靠期权变相拿高薪，这不是画饼是什么？芒格推崇的激励方式多，实在利润分成，公司赚了钱，大家按贡献一起分真金白银，这才是和股东、员工共赢。就像伯克希尔旗下的喜诗糖果，从来不用期权，员工靠利润分成拿高薪，公司越做越好，股东也赚钱，这才是靠谱的模式。第二个要唠的是老板的选拔。芒格最看不起那些讲起理论头头是道，做起事来一塌糊涂的商学院精英。他心中的优秀管理者标准特别实在，把他从火车上扔下去，扔到一个偏僻的小镇，不给他钱，他能诚实本分经营，没多久就发家致富，这样的人才靠谱。就像内布拉斯加家具店的毕夫人，虽然没读过书，但她是天生的实干家，哪怕你把她扔到荒郊野外，他也能靠卖家具白手起家。反观有些大公司高薪聘请名校毕业的精英 CEO， 这些人天天开大会、画 PPT， 搞各种复杂的管理理论，结果公司业绩越来越差，最后只能倒闭。芒格吐槽，这些人就会纸上谈兵，把简单的生意搞复杂，最后把公司搞垮。这事儿放到职场也一样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领导？只会开会画饼，实际问题解决不了，把团队带得一团糟。评论扣遇到过，让我看看谁的职场更惨，不对，是饼更多。芒格说，优秀的管理者不用懂多少理论，关键是务实、有韧性、懂人性，能扛事，能解决问题，能让员工跟着赚钱，这才是好老板。投资选公司也一样，遇到纸上谈兵的管理层，赶紧跑。第三个要唠的是企业文化。芒格收购公司有个铁律，先看文化，再看财务报表。他说，一家公司建立了好的文化，就能走上良性循环，不用管理层天天盯着，也能经营得很好。就像他们收购的科特家具租赁公司，这家公司的文化特别好，员工忠诚，服务到位，对客户负责，对员工也大方。芒格收购后不换管理层，不搞大改革，就做守护者，结果公司越做越好，成了行业龙头。好的公司治理不是靠10000条制度锁死员工，而是建立一个值得信赖的网。芒格最怕的就是那种官僚主义入侵。他常说，如果你把一瓶好酒倒进一桶污水里，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，但如果你把一瓶污水倒进一桶好酒里，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。这就是文化被污染的代价。话说，你们觉得好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的？是不内卷、福利好，还是团结协作能赚钱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好了，公司治理吐槽篇就唠到这儿。总结一下，股票期权多是画饼，优秀老板是实干家，好公司必有好文化。投资选公司的时候，先看这3点，比看财务报表还靠谱。接下来打开脑洞，芒格最牛的地方是用生物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搞投资，把跨学科知识变成赚钱神器。想知道他怎么用生物学分析企业竞争，用心理学看透人性陷阱的，别走开，下部分全是干货。前面唠的投资避坑、公司治理都是实打实的干货，但芒格最牛的杀手锏其实是跨学科思维。他一辈子没局限在金融圈，反而把生物学、
心理学、历史学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变成了赚钱核武器。咱普通人炒股靠听消息、看 K 线，芒格炒股靠生物进化、人性弱点、历史周期，这格局一下子就拉开了。今天咱们就打开脑洞，看一看他怎么用跨界知识搞投资。看完你会发现，原来赚钱还能这么玩。第一个脑洞，芒格说企业发展就像生物进化，成功的企业都是适应环境的物种，跟不上时代的早晚被淘汰。简单说，生物为了活下去会进化出翅膀、爪子、保护色，企业为了活下去会优化产品、适配市场、打造护城河。这道理完全相通。比如可口可乐从美国本土的小饮料公司进化成全球品牌，靠的就是不断优化口味，适配不同国家的消费习惯。不管环境怎么变，人们都离不开它，这就是进化到位的企业。再比如租车行业的赫兹和企业租车，同一物种行业却进化出不同的生存技能。赫兹主打机场租车，服务商务人士；企业租车主打本地租车，服务居民出行，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，活得风生水起。反过来，那些不进化的企业再大也会倒，就像恐龙，当年是地球霸主，但环境一变，气候变冷，食物减少，因为不会进化，最后灭绝了。当年的诺基亚手机占据市场半壁江山，却不适应智能手机的新环境，最后被淘汰，不就是企业版的恐龙灭绝吗？芒格投资时第一句话就问，这家公司能不能适应环境，能不能在竞争中进化，能的话就重点关注，不能的话直接 pass。 这就是生物学思维的威力，看透企业的长期生命力。第二个脑洞，芒格说，投资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，是人性的弱点。他靠看透人性赚了大钱，尤其是他最出名的奖励机制超级反应倾向。芒格有一句特别狠的名言，如果你想让别人干活，别讲道理，直接改激励机制。咱细品一下，为什么明明是垃圾股票，却有一堆所谓的专家大 V 拼命吹？不是他们眼瞎，是因为提成高啊。这就是利用了人性的激励偏好，把你带进坑里，你还觉得人家是在帮你致富。记住，当利益不一致时，别听他的逻辑，先看他的激励。除了利益诱惑，人性还有情绪陷阱。比如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，银行亏怕了，哪怕利息降到0也不敢放贷，投资者亏惨了，股票再便宜也不敢买。这就是芒格说的被炉子烫过的猫，以后连冷炉子都不敢碰的心理过度反应。放到咱们普通人身上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看到股票涨了就贪婪跟风，怕错过赚钱机会；看到股票跌了就恐惧抛售，怕亏得更多。这都是人性弱点在作祟。芒格说，理性是投资的唯一解药，学会控制情绪，你就赢了一半的投资者。他还推荐了一本心理学神书《影响力》，里面讲了从众心理、权威效应这些套路。比如骗子假装权威专家推荐股票，利用从众心理让大家跟风，其实都是利用人性弱点。芒格的做法是，别人恐慌我淡定，别人贪婪我警惕。因为他看懂了人性，知道跟风的人最后都会亏，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赚到钱。第三个脑洞，芒格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、日本泡沫破裂、2008年金融危机。他说，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会押韵。所有经济泡沫、市场周期、套路都一样。比如每次经济泡沫都逃不开这3步。第一步，狂热跟风，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能赚钱，疯狂入场。第二步，疯狂炒作，资产价格涨到离谱，脱离基本面。第三步，泡沫破裂，有人开始抛售，价格暴跌，无数人亏惨。2007年，芒格就预警次贷危机，银行过度放贷，玩复杂衍生品，这和历史上的泡沫套路一样，迟早出问题。结果2008年危机爆发，
伯克希尔逆势收购优质资产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这就是看懂历史周期的好处。咱们普通人不用学复杂的周期理论，只要记住芒格的一句话：市场涨多了会跌，跌多了会涨，别在最高点入场，别在最低点割肉。这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最简单的赚钱道理。好了，跨学科脑洞篇就唠到这儿。总结一下，用生物学看企业进化，用心理学控人性弱点，用历史学懂市场周期，这3大跨界思维就是芒格的赚钱神器。这里单独提一下，芒格常说要建立思维格栅。芒格不只是在学知识，他是在大脑里织了一张网，让所有跨学科的知识在上面产生化学反应。这张网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。最后，接下来咱唠点温暖的，芒格的人生智慧，不光能帮你赚钱，还能帮你少走人生弯路，比如长期主义、谦卑务实、多读书的重要性。想知道这些智慧怎么落地的，别走开，下部分更有温度。好啦，朋友们，前面唠了投资，唠了公司，唠了跨界脑洞，都是术的层面。今天最后咱唠点道的东西，芒格的人生智慧。芒格不光会赚钱，活了快100岁，看透了人生的本质。他的智慧不光能帮你搞投资，还能帮你少走10年人生弯路。听完绝对有收获。虽然巴菲特说人生要找长坡失雪，但芒格更狠，他把这套逻辑变成了坐等投资法。他说，赚大钱不在于买进卖出，而在于耐心的等待。如果你没找到那个长坡，宁愿手里攥着现金不动，也不乱跑。先说说投资里的长坡和失雪。长长的坡就是能长期赚钱的好公司，比如可口可乐，人们永远要喝饮料，这个需求几百年都不会变，这就是长坡。湿的雪就是时间复利，你持有这家公司几十年，利润越滚越多，雪球自然越来越大。伯克希尔持有可口可乐几十年，赚了几千倍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而那些短期热门股，比如当年的某网红概念股，某昙花一现的科技股，就像短坡雪球，刚滚起来就没地方去了，最后只能变小融化，你根本赚不到长期的钱。再说说人生里的长坡和失雪。长长的坡就是你深耕的领域，坚持的方向，比如你坚持做自媒体，坚持写文章拍视频，几年后可能就成了大 V。坚持学编程学设计，几年后可能就成了行业专家。湿的雪就是时间的积累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长期下来就是质的飞跃。芒格自己就是长期主义的践行者，他一辈子坚持读书，从经济学读到生物学，从心理学读到历史学，最后成了行走的百科全书。一辈子坚持价值投资，不跟风不急躁，最后和巴菲特一起做成了万亿帝国。话说你们有没有长期坚持一件事，比如坚持健身，坚持学习，坚持做某件爱好？评论区说说你的坚持和收获，让大家互相打气。没坚持过的扣要开始，从今天跟着芒格学长期主义。第二个要唠的是芒格身上最顶级的一种聪明，知道自己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芒格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3个文件夹，分别标着进入、退出，而那个最后塞得最满的文件夹名字就叫太难了。只要是他看不透的，不属于能力圈范围的生意，不管别人吹得多么天花乱坠，他统统扔进这个太难了文件夹，然后看都不再看一眼。芒格活了快100岁，最佩服的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这种谦卑。他常说，我这一辈子没遇到一个人说我谦卑，但我非常欣赏这种品格。他最看不起那些假装懂的专家，什么领域都敢评论，什么股票都敢推荐。在投资里，他因为这个文件夹躲过了互联网泡沫，躲过了加密货币归零。在人生里，他因为这个文件夹守住了自己的内心。职场里也一样，
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同事或领导，明明不懂某个项目，却硬要指挥，结果把事情搞砸？这就是不谦卑的代价。芒格说，真正聪明的人知道自己的边界，只有愚蠢的人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芒格说，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，没有一个不读书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他看书不是为了消遣，是为了建立思维格栅。他就像一个长了2条腿的书架，把知识变现成了万亿财富。他不是只读金融投资的书，而是什么都读，经济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、文学、哲学，甚至物理学、化学。他说，只懂一个领域的人注定是个傻瓜，跨界知识才能让你看透事物的本质。他推荐的3本书，咱普通人一定要读，不光能帮你投资，还能帮你看懂生活，看懂人性。第1本影响力，看透人性的弱点，不管是投资时不被忽悠，还是职场中不被套路，都能用得上。第2本自私的基因，理解生物进化的本质，帮你看懂企业竞争，看懂社会规则。第3本生活在极限之内，懂周期，懂边界，知道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避免贪得无厌。芒格说，读书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积累智慧，让自己少犯错误。他一辈子读的书，最后都变成了投资的决策，人生的选择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和幸福。好了，人生智慧篇就唠到这儿。总结一下芒格的人生哲学：长期坚持找长坡，谦卑务实懂边界，多读书积累跨界智慧。做到这3点，不管是投资还是人生，你都能少走弯路，慢慢走向成功。到这里，芒格之道的核心干货就全唠完了。从投资避坑到公司治理，从跨界脑洞到人生智慧，其实芒格的道理本质都很简单：不贪心，不跟风，懂边界，长期坚持，多读书。今天的内容如果对你有所启发，请订阅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